黄文军见了川普啊，说出口管制，美国出口管制，强调中国不接受降阶晶片，你们那很慢，然后就叫我降阶，他就不接受嘛，他你看我像什么，对不对？这个干嘛我要接受比较落后的，还要给你抽15%的这个佣金，所以我不接受。黄仁勋说，美国不应该把整个中国市场让给中国哦，因为辉达进入不准他入中国嘛。不过讲来讲去，有的时候说他快进去了，有的时候他不可以啊，扯过来扯过去的啊。好，赖清德接受这个《纽约时报》专访啊，其实《纽约时报》只问几个问题啦：老共什么时候会打？打的时候你怎么办？美国会帮你，大概就这几个问题。但赖清德不，他之前讲2027什么老共准备，大概被人家猜一下，他现在不敢讲。他是虚问虚答，问他什么时候会打台湾？他就说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这是什么回答的？人家就问你 exactly， 你哪一年？2027、2030、2035、2049，你讲，你认为什么时候？你这种情报你都不知道，美国怎么会知道？对不对？你应该最清楚才对啊！哦，所以呢，他也不敢讲，他说我们做最好打算，做最好准备，干脆把孙子兵法搬出来算了啊！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那赖清德说，中国目前经济非常不好。习近平不应该扩张领土，应该把大陆人照顾好啊。所以呢，经济上我们可以帮助他啊。因为美国会有多大？美国会不会来？对不对？你们跟美国到底中间怎么谈的？《纽约时报》问了，赖清德说，台美关系陷入磐石，这有回答吗？美国会不会派兵来？我们关系很好，那然后呢？啊，这答不出来，是他也答不出来。《纽约时报》问这个问题，也就是看看你到底要怎么答啊。那另外呢，支持台积电到美国、日本、欧洲，到全世界去，哦，而且美国愿意帮助台湾，因为帮助美国再工业化，让美国成为 AI 的世界中心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国民党被美国关切，刘喜婷说我们没有反对国防预算，这美国有关切你这个东西吗？有找你谈吗？当然有谈呐，智库也谈呐，平常互访这个本来就是大家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嘛。美国人会关心他们这国防预算这样的提供，不管是基于生意上的需求也好，或者是国策上面的判断也好，他总要跟在野党沟通交换一下意见吧。国民党加民众党现在在野联盟基本上是一个过半的状态，他本来就要尊重相关的意见。那美国人来找我们谈，我们就讲实话。就我们也不要在那边绕来绕去，就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嘛。我们当然不会反对国防预算合理的增加，但合理的部分要说清楚吧，如期如职总要做到吧，军人的待遇总要提升吧。你不要看这样，美国的国防预算也有25%是给他们职业军人的福利待遇、退休等等，人家也有给军人待遇啊。那我们提军人待遇增加的时候，民进党这个他就是不执行，然后现在反过来搞了很多军购，是特别的要我们强迫买单。如果因为美国的压力，我们就放手，这样是有愧于我们做在野党的责任，所以我们都如实反映啊。第二，就如民进党操作政治、操作国防议题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嘛。你每次民进党谈国防议题，只要我们提出质疑、提出反对、提出监督，他就说你卖台，说你中共同路人，说你在地协力者，把自己人当成敌人看待，把竞争对手变成敌人，朝野关系怎么会好？朝野关系不好，怎么理性讨论预算？这些都是客观上国防预算没有办法顺利进入讨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看一下赖清德怎么接受纽斯访问。总统赖清德3号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甚至还被称为台湾总统，也再度被问到2027前中共犯台。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同时做最好的准备。台湾一定会做好保护自己国家，同时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立场。而被问及若中国入侵台湾有多大信心美国总统川普会协防，总统没有正面回应。Although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 not have 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 Taiwan is deeply grateful to the U.S. Congress for pass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ince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has not only continued, but even expanded. 好吧，赖清德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呢，我们不能对和平抱持幻想，我们要用我们的实力来维持和平。来，亮君。我想这个当然大家一直关心说，那到底这个我们有没有掌握中共到底何时要公开哦？当然，这个我想相关的情报大概这个不管是国安单位也都是在掌握当中。可是问题是，你说现在讲出这个时间点，当然上一次赖总统有提到2027年，当然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它要在那个时候做好整个军事准备的准备哦。那当然，这个时间点一出，当然不管是这个在野党也好啊，各党各派，大家都对这个时间点开始感到好奇啊。但是其实无论如何，不管是2027或者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后天，不管到底是什么时候，可是这个时间点，我想。不管是落在何时，台湾都得做好准备。所以，而这个准备，大家刚刚讲得很好，国防这个是适当的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各党各派如果都愿意支持，那当然是很好啊。但是现在我们在看到在国会里面当然有一些讨论，我觉得已经是整个都离题了就是说，在讲说1.25兆这个事情是赖总统所提出来，是这个大概是整个未来8年在国防预算上面的这些计划。大家乍听之下有1.25兆天文数字，但是其实你如果以8年的进程来讲的话，它大概分散在不同的年份里面，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武器，包含军购的采购等等的。我想这一些在国会里面大家都可以去看，这一些相关的国防预算都可以供大家检视。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大家应该要就理性来讨论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有一直提到不管是在这个台美关系也好接下来这个关税议题，我想我之前在这个节目讲过很多次川普这个人真的是这个关税地图炮一开，全球受害了所以你说这个像南韩跟日本现在大概这个关税都往下调了包含像南韩他们现在到15%，但是其实他们就是最后跟美国谈成的这个投资，还要投资美国大概3500亿左右嘛，那他里面也有讲到说，那韩国因为韩国的造船业很强，那所以呢，川普也希望说韩国人可以将这个造船的技术让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所以他们美方呢也要求韩国必须要去除了在美国协助建这个造船厂以外呢，也希望韩国人来去训练美国怎么样制造这些船只，怎么样造船，1000亿美元。对，所以这一样也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技术嘛，所以刚刚大家一直在讨论说，那台积电那台积电当然因为我们是台湾这个制造晶片在全球技术最好的，那我们如果跟美国在这个关税的谈判过程当中有涉及到技术交换或交流，甚至是训练的部分，我想站在台湾政府的立场，还有我想广大投资人跟大家对于台积电护国神山的期待跟核心的守护的立场上面，我想政府在这个部分会坚守我们最进步的这样子的一个核心技术，不管是2奈米、3奈米，我想一定要掌握在台湾自己的手中。我觉得赖清德这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访问呢，我觉得让大家觉得最困惑的地方在于说，就是为什么一个赖清德有2种不同的面孔？在面对台湾自己人的时候，在面对在野党的时候，在面对国会的时候，哇，突然之间讲到兵凶战危，讲到这个愤怒的不得了，那讲到呢我们自己国内的同胞像敌人一样啊，都是大家在搞，都要出卖台湾，然后呢什么事情都讲的一副就是好像呢这个整个台湾都要被你卖掉了一样，然后呢包括我们刚才讲那么多的一些俄乌的战争，然后包括一些中日之间的状况，包括呢韩国跟这个法国可能都必须要去面对中国而有所的稍微的保留。这不见得是跟着美国的这个盟邦的脚步去走，等等，都给我们很多的警惕。我们希望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应该看得到这些国际的严峻的一些变化，因此去调整两岸的关系。但他没有，他反过来之后就认为说台湾的这个在野党都是中共同路人，哇，骂到这个就是一副呢大家都在卖台，大家都不在乎这个台湾的处境。面对美国，但是突然之间，他好乖巧。那包括说他前2天还在讲到2027要武统台湾，哇，一副在吓台湾人一样。当《纽约时报》问他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发现他什么都不敢讲。我觉得啦，他给我感觉就是说，你似乎好像面对了这个美国，不晓得是因为他想象中讲话的对象是川普总统，还是说因为他面对了《纽约时报》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媒体，所以他自己感觉上自己先矮半截。所以所有的东西呢，都像吃了一个诚实豆沙包也好，还是因此要变得比较乖巧也好。问你说呢？这个会不会呢？武力犯台？不会吧？是不是？他那个话不就是这个感觉吗？你跟我们说都会，而且马上就要。那面对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没有证据吧？就没有啦，我们就是要试这个最坏的打算啦，做最好的准备啦。那问他说呢，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在台湾只要有人说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以美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怀疑美国老大哥的心意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亵渎台美之间的友谊呢？他在回答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协防台湾啊？他翻译的白话文就他不知道会不会协防台湾嘛？他只好说我们的关系坚若磐石。他说呢什么很多拜登时期的这些措施，川普都有沿用。
这就叫做他会来协防台湾吗？就是你回答的问题一听就知道说，他其实就是非常敷衍，他根本就是很虚。那为什么他对美国的访问的时候，他会讲出那么听起来很写实的话？但对台湾的人，他为了他这个政治利益的时候，就讲的一副呢这个兵凶战危的样子。那最后还有，我觉得他已经乖巧到了说，你今天去看了有关于台美之间的贸易跟关税，如果我说今天当时是日本的石破茂，然后南韩的话是李在明。在面对任何的访问，有机会他一定会跟你哀哀叫，你打我好歹喊痛吧，我喊给你听不行吗？所以李在明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所谓的3500亿哦，如果这样的话，我根本就是过不了我的国会这一关。当初石破茂他说这是国安问题，我怎么可能同意你5500亿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很好，50%的金票我帮你我们非常他说呢。我们只要知道呢，美国能够再次伟大，我们愿意帮你尽一份心力，让你美国再次伟大。你是哪一国的总统？你说不让台湾再次伟大呢？你们算一算，你要拿出这个手机来算一下，刚才那些钱花你多少钱？1.25亿，然后1.25兆，然后的话呢，这个对美投资不是3000亿就是4000亿，算起来10几兆那这是我们要的总统要的态度吗？所以啦，就是接着蓝轩讲就是赖总统他所执政的这个赖政府，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不管在国防、外交、关税上面，我们先看到的是赖政府的政治，而不是看到他把台湾人当作自己人。好，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想鸿薇他们在立法院里面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咨询在关税谈判这件事情上面，国内的企业非常着急啊，但是我们一直按在 POS 键，我们叫做暂时性，也暂时很久了。好，所以呢，我觉得啦，刚刚也特别提到，不管是李在明或者是石破茂那时候，他们基本上在关税谈判上面觉得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是会喊出来嘛。所以我现在回来讲，刚刚讲到这个辉达的部分呢，我就讲中国跟美国对于辉达的处理。对于这个美国的部分，它是禁止辉达把最高阶的这个 AI GPU 的部分去出口到中国去。因为他觉得这是战略技术嘛，因为它不是只有商业上使用，它可能还可以用在军事跟国防上面。那中国呢，它也做了一些对辉达的一些动作所以它做什么动作呢？它可能会禁止它就是国内的一些企业来购买就是辉达的一些产品。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这样子看起来，所以为什么会黄仁勋会怨就是说被这个美中双边禁止嘛？因为他们都站在国家立场在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回头看，我们的赖政府做了什么？你只要说得出来的，可以送的，全部都送去了。在这个川习要在这个最近的一次这个通电话当中，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总统突然提出来了这个1.25兆的这个特别预算的国防预算，然后再来说在野一定要支持这件事情。刚刚小牛也提了嘛，我想不止蓝白，大家对于合理的，大家不断的讲合理的国防预算，我们一定会支持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更透明的、更清楚的，让民众来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接下来再回来。好，李四川说松口要选新北2026，他不是先松口，他早就松口。之前我就做了一个民调，那个时候中广跟这个丁廷宇他们合作，民调就第一啊，遥遥领先其他人。那我就问他了，我说那民调是这样，你要怎样呢？他就说我现在是台北市副市长啊，我现在也不能宣布啊，对不对？还有那么多议员啊。他说，但是而且现在既然那么多人有兴趣，洪孟凯啊、刘和然他们去跑嘛，等到明年那是还是大概去年今年年初，他说等到明年初，到时候大家都跑完了，他说我不能跑啊，说民调做我还是赢，那我就我也不排除啊。他当时其实那事情表态了，是这样，那是态度就是这样，我态度很好嘛，你们有兴趣你们跑嘛，那所以如果初选启动，我当然会登记啊。因为现在还不是只有国民党初选，还跟民众党。如果国民党现在初选，然后呢出来了，然后民众党又说黄国昌说我一定要选，他就再做民调嘛，机制至少黄国昌有一个机制嘛，他也比较好交代嘛。然后参加初选，我就会辞副市长，所以呢什么时候？他说大概明年4月以前，那另外呢，这个李大家就问他了，说你要宣布吗？他说我没有宣布啊，我现在没有，我只是说
如果我要参加，那就是当然还看党什么时候举办嘛，什么时候办初选。那有人说他太老了，不能选新北市长李四川就回答说：“我老了，我当新北市长，年轻人去搞，我把辉达留给年轻人，辉达需要很多年轻人去到辉达里面去好了啊。”苏巧慧说：“不管对手是谁了，我都要争取过半市民的支持如果2个候选人的话，那基本上要过半嘛另外呢，宜兰黄国昌宣布陈婉慧嫁给宜兰了选县长要嫁给宜兰，用行动要改变宜兰那另外呢，陈婉慧说蓝白合作没有谁让谁了，现阶段各自努力嘛，最后再看到底最强的出来，共组最强的团队那黄国昌说还不用提期限了，没有说一定要在1月一定要在2月没有因为国民党还没有确定嘛那另外呢，吴宗宪因为吴宗宪原来说想选宜兰县长嘛，他说蓝白整合由党中央来协调吧不是候选人协调，党中央出面来协调好不好？那国民党的宜兰县议会党团说人民已经不信任民进党了，我们看一下。你这个会期总质询有可能是我们台北市议会的毕业典礼，对不对？不见得，你还是要回来照顾一下蒋万安。他现在比我强多了。大赞台北市长蒋万安市政已经能独当一面，副市长李四川难道是时候要和蒋万安说再见？我本来答应他是1年半的现在 double 啦。我并不是说选举的状况，没有选举，照道理1年半也应该还给我，让我退休接受节目专访时，李四川首度松口将参加党内以及蓝白合初选，并且透露只要登记初选时就会请辞副市长，时间点不排除就在明年4月台北市议会开议之前。说实在，当然了，这几次的民调给我很大的压力，党有党的机制，那他们也有他们的提名办法。很少跟市长谈我选举的事情，因为本来我就不喜欢选举。时机成熟就会和蒋万安沟通，但党内有意争取提名的有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幅员非常辽阔，国民党有这么多优秀的同志想要来承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承担的话，一定要深度的去了解我们新北。就等党中央程序和机制。在这之前，刘和然已经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为才华法隔空杠上，国民党对手是谁？苏巧慧说目标不变。我的面试官一直是400万的新北市民，不管对手是谁，我的目标从来都是设定争取过半新北市民的认同。有人起跑得早，有人维持自己步调。亮君怎么看？我想，但在新北市，因为民进党的候选人已经拟定了，我想巧慧委员在很早开始也都在开始准备那至于说，到底国民党跟民众党会不会合成一组候选人，或者是各自派出候选人？我想这个当然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机制啦哈。那当然我觉得李四川在过去其实确实像刚刚赵大哥所说的，他其实也老早大家都在揣测说他会去新北市那但是我觉得在李四川当然在台北市的这一些，因为他执掌公务单位，所以在台北市的这一些相关的施政，当然也会影响到他在新北市争取市民的支持嘛。那当然我觉得当然是有好有坏啦哈。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李四川副市长在跟辉达然后跟新秀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是把辉达留在台北，看起来是有一个非常完美圆满的结局。那当然也有发生像是这个公馆圆环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然后也确实好几天整个交通拥塞的状况到现在还是会常常出现所以这一些当然李四川他带着在台北市的这一些不管是政绩也好，亦或是包袱也好，到了新北市，当然大家都还是要极力争取啦。那我想到底蓝白之间有没有合？我想等一下可以晚会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吧。来洪伟先说。我觉得新北市说什么川北说他年龄问题，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年龄歧视了而且川北他之前的态度非常非常清楚，他就说让有意愿的年轻比他年轻的先跑那跑到最后，那如果民调有好的表现，他也未必一定要选。可是确实现在的状况就是他的民调最好，所以他也必须要承担。那对他来讲，就是他就是勇于承担。那另外呢，就是新北当然他会有这个蓝白整合的问题。那因为
黄国昌他也已经表态说他愿意选新北。那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黄国昌也好，或者是晚会也好，那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态度，就是说今天基本上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哈，就是要有一个最强棒的人出来选。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说，我们还是要去设一个 deadline 啦，哈，不要这样子一直无限制的拖延下去。那也许比如像台北市民，当然会希望说，川北留在这个台北市啊，可以留久一些，因为川北在台北市它一个很特殊，就是它有一个定心丸的一个效果，就是每次碰到一些，尤其在工程上的一些难题的时候，你只要川北出马，大家都觉得哦，川北出马一定可以搞得定啊。那但是他现在当他有更重要的任务的时候，而且新北因为他确实幅员也很广大，而且他其实现在的一个大的票仓啊，他的选举人数是最多的。那以现在民进党来讲，苏巧慧已经定于一尊了嘛，好，所以苏巧慧完全在跑。那你可以看到新北不管是什么派系啊，这个系那个系啊，那也不用再去熊康啊，也不要再去想别的啊，大家就是去支持苏巧慧，这是在那个民进党部分。好，所以按照这个时程，我认为我强烈建议，在明年3月底之前，在新北市南北应该要完成整合。你不完成整合，即便我刚刚讲的这个时间点呢，苏巧慧已经期限开跑了起码4个月了，然后我们还东拖西拖，要拖到明年年中。我是觉得，可以快刀斩乱麻，就赶快快刀斩乱麻。那至于就说宜兰县的这个蓝白怎么整合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最佳女主角王惠在现场啊，可以由她来跟大家报告。我觉得宏威讲到一个关键了，就是说。蓝白整合出一组最强的人马，在2026的县市长选举里面，我想这是目前双方的这个主席跟这个，我觉得双方的主席是非常有共识的一件事情。但是回到地方要怎么样可以开始来运作，其实真的是非常靠智慧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诚意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在诚意之外呢，到底要怎么样合起来？我就讲，我以宜兰为例好了啦。哈，宜兰目前我来说，白银昨天正式征召我来做宜兰县的这个参选人，宜兰县长的参选人。但是在蓝营这边有吴宗宪之外，还有地方的议长也非常想要参选。哈，所以我觉得在以蓝营来说，可能还是要先整合出一组人或协调。用一个方式，就是协调出一个人之后，我们再看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觉得以机制来说，因为如果以宜兰的我们这个在野的三位候选人来说，我老实说，我觉得就大家一定是各有优缺。好，但是如果在整合的过程当中，蓝白没有办法想出一套公开透明，让彼此的这个支持者都能够接受的机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整合也不能够算是成功。好，因为大家3个人都各自就是有心有所属的支持者，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程序或者机制让大家觉得不够公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票会跑。我老实说就是这样。比如说林国章好了，就是民进党，为什么大家在讨论说，赖清德有没有提一个好像大家都不认识的人？大家要知道，他没有派系，他们快速整合。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蓝白这边没有办法用一套让大家都可以幸福的方式，我觉得我说这是高层的智慧啦，就是这个方法出来要让双方都能够认可。所以刚刚宏辉有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不管是我或宗宪或者是阿德，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2026这一局，不管是谁出现，我们另外2个人都会成为他最强的团队，因为我们都希望把2026的这个宜兰县长的这一局守下来，因为未来10年的宜兰有非常多需要去做发展的，相对我觉得在新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嘛，大家一定会需要一套机制，但是我还是要说啦，这个3月底是原先我们这个余休就是也喊出来的时间，那我觉得也不要全部都挤到3月底，最好是可以一局一局，可以有进展的部分就先开始这样，因为人家这个绿营的都已经跑得到处都是了，我们真的不能够拖太久。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卢秀燕昨天接受联合报的专访，他说应该有第4次的政党轮替，而且他的理由是呢，
政党轮替对于各政党其实都好，蓝绿也都好。因为绿营执政9年，等到赖清德任满这4年后，已经等于执政13年了，12年至少哈。那执政太久，有的时候老百姓也烦了，而且呢，这个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到时候呢，那个各种腐败现象多，现在就看到很多了嘛。这是你看最近的一些弊案啊等等哈，你搞久了以后就松懈了。所以呢，我说不是只有政党，你看那个很多外国公司，我们是鼓励大家不休假，有没有？我当立委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就反对不休假奖金，我是应该给休假奖金，休假给钱，不休假不给钱，不休假嘛，感冒也把全办公室都传染，就为了一个不休假本来就该休假嘛。很多外国公司强迫他的主管是要休假的，而且不但休假，代理人要上场，知道这意思吗？就是我们常常说休假的时候，我抽屉锁起来哈，这是我回来以后再没有规定，你走了以后代理人上场，为什么？就看你在公司上有没有弊端嘛？你代理人一上场，你有什么弊端都显现出来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了防弊，它必须要轮动，就是这个道理。那你政党都不轮替，很奇怪嘛。所以卢秀燕说应该有第4次的政党轮替，好，就像以前国民党执政久了，大家很烦一样啊。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2027他不是讲我们要编1.25兆的什么韧性啊，什么不对称战争预算，就是因为老公2027年准备好打台湾嘛，然后。这个他认为这是个错误，不可思议。总统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啊？那挺国防预算增加，但是不能穷国穷民，搞了半天呢，这个都拿去国防预算去了。国防预算是必要之恶，不能没有。但是呢，时间过了就丢到水里面去，变成一堆垃圾、破铜烂铁。那所以呢，联合报说他居然要增贬国政，所以呢，看起来已经进了总统级的战场了哈。那另外呢，台中江启臣、杨琼英都要角逐台中市长提名。将这个卢秀燕他说不管是要协调还是初选，会选出最强的战将因为8年以前江启臣跟卢秀燕做民调只差2个电话，那江启臣很有风度的就愿赌服输，让你也没有说只差2个差太近了，我们应该重做，没有。杨琼英也做过卢秀燕的副市长，这2个这个他要怎么取舍这很为难那蓝白也是非要合作不可那另外呢，这个台中他认为呢有3个隐忧，第一个就是刚刚讲江启臣、杨琼英的相争那民进党都已经确定了是谁了。第二个呢，蓝白合不合现在还没确定到底怎样小草未必到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支持也不一定那另外呢，他认为台中被称为摇摆州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我在新党，我要谢启大到台中市选立委选上。从新竹杀到台中，冯定国在台北当市议员，叫冯定国在台中县选立委选上。这个洪其昌也不是台中人，到台中选立委选上。然后林佳龙去选台中市长，胡志强做了13年，做那么好，胡志强就被林佳龙打败了。林佳龙做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卢秀燕一来，林佳龙下台。所以他没有说一定蓝一定绿，你知道吗？所以被称为摇摆州所以经常会翻转所以呢，这点也是卢秀燕为什么要固守台中，当时不选党主席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看一下。怎么看卢市长专访？像是一个选总统的起手式。谢谢你觉得他准备好了吗？台中市长卢秀燕接受媒体专访，提到民进党执政10年，弊案连连，我觉得够了。有第4次政党轮替，对民进党不是坏事。市长媒体专访有提到说，您有提到第4次的政党轮替，那市长当时的想法是？台湾是民主的国家，那不应该一党独大。那政党有竞争的话，国家才会进步，人民才会受照顾。来，香龙。回应一下卢市长的讲话，当大家用到街亭之战的街亭，看评剧的就知道那个是很有名的一幕剧，叫失街亭。失街亭之后呢，最更有名的典故呢，就是挥泪斩马谡。失街亭就是最后一次呢，诸葛亮对于曹魏的反攻，不是最后一次，但是是最有机会赢的一次。但是因为马谡的决策失误，街亭败了，只好呢撤了之后，所有的蜀汉对于这个魏的所有的反攻呢之后呢，都再也没有顺利过。挥泪斩马谡，对，就挥泪斩马谡。他自己太有信心了。对，所以今天
当台中就很敏感嘛。那如果谁去打台中，如果输了之后呢，是牵动大局的概念上面就是这样子。那你就要有挥泪斩马谡的准备。卢市长呢谈到2027，我就很好奇，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谈了一大段了，就是我们的国安局也泄密，我们的军情局也泄密，我们什么密都保不住，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赖清德有机密？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呢？赖清德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知道2027年就解放军要对台湾呢发动军事行动，那个呢基本上都只是食人牙慧而已。需要的时候呢，就拿着溜一溜、用一用呢，吓一吓台湾的老百姓。虽然2027年呢有它的逻辑，但是呢，从一个当下的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出来呢，当然非常不得体。但是呢，卢市长如果已经开始呢，在为自己卸任之后呢，自己的政治地位跟自己政治外在做准备，那就要提出呢自己呢更具体的想法，就是到底两岸关系呢怎么办？我说10年两岸不打交道，你看到呢对岸光是厦门的翔安机场基本上面呢都要完成了。理论上来讲，将来金门跟厦门呢是半日生活圈，要进金门呢应该是飞厦门之后呢再搭船过来，桥都已经盖一半了，就已经剩下呢金门的这一段没办法通。你也看到这2天的时间呢，对岸呢把一些呢台湾的一些通缉犯呢送回来呢，有些台湾就不收，就是两岸的关系是这样，打起来活该啊！我说实在，就是这种的政治处理的关系，每天呢只是买武器，不断的拿台湾人辛辛苦苦赚的钱呢去买军火。我不花时间再去谈那些军火有没有用，过去都谈过。我说这种的不断的用9分军事1分政治都没有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有什么用？所以今天呢，与其质疑赖清德说呢，你为什么说2027？那些呢都是在政治场合当中呢，大家耍嘴皮子的话，而是你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台湾现在呢，自己的情报泄得一塌糊涂，不会有什么内部的情报。美国的 CIA 都已经讲了，今天 CIA 最痛苦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情报，他没有办法做。他的中国大陆的情报网呢一塌糊涂，你看到大陆呢不断的在那边呢肃贪抓贪污犯，连军中9个将领一次都把你清掉。对他来讲，他的情报的管道呢大幅的不断的中断，这个呢都已经是很现实。台湾的安全，与其呢不断的呢接受媒体的访问，你看到台湾政治人物，我能理解，台湾领导人只看到华尔街日报要访问我，好高兴。纽约时报要访问我，好高兴，因为他们问我的时候呢，一定是问我说，两岸的这么的紧张，你怎么办？那呢中共呢这么的可恶，每天呢都在威胁台湾，怎么办？那么看到这些的媒体都不敢呢去问谁？去问川普。川普都已经在委内瑞拉的门口都已经了，都杀人放火了，都已经准备去打委内瑞拉了。你有看到《纽约时报》？你有看到《华尔街日报》敢写个是去问川普说你啥东西？你凭什么去呢点名攻击另外的一个国家？到这么远的地方呢，来处理中国的家务事，你就知道这些的媒体过去呢，我们把它捧得高大上，其实虚伪的不得了。加油！这我想哦。党内看待这样的事情，当然就是大门大路嘛。就党内很多人头角峥嵘去争边国政，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对国民党发展来讲，它当然是好事嘛。就我觉得每次大家都会用过去那种很框线式的教条式的方式去想说啊，会不会得罪其他人，会不会影响什么什么的，然后把自己搞得一身都是包袱，这不见得符合现代政治的潮流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用更宽的心态来看，所以我相信党中央也会用很宽的心态来看这个。大家2028要追求政党轮替，这本来就是本党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不管你现在是县市长、国会议员等等，都往这样的目标去努力。这个大家提早准备，尽量在各式各样的场合，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为国民党得分嘛。这个就是为2028在做准备啊。得分越多的人，自然而然会形成所谓的众望所归嘛。这就是慢慢符合比较现代的政治，就是要由下而上嘛。你必须要有民意作为最大的支撑，你去拿这个提名去竞选总统，它当然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嘛。那党中央做好的事情是把这个制度完善化。刚前一段我们在讨论的是地方的制度，马上我们会形成所谓的提名小组。提名小组完之后，基本上针对地方的选举也有很清晰的逻辑。
现任的区域要交棒，就是没有要交棒的，就是现任优先；有要交棒的，就是先协调，然后经过公平公开的初选，艰困选区符合特定条件就予以直接征召。我们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然后赶快进到跟白银一样要做制度上的整合。我相信未来我们这个政党只要走好这个有由下而上的精神，然后有尊重制度的精神，现在有很多人愿意表态、愿意得分，对国民党的发展都是好事。所以，我们非常乐见这卢市长勇敢表态，而且国政的议题本来就有很多个面向嘛，不同的议题都要谈，而且激荡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激荡一些火花，然后也随时跟民意来对焦，去形成可以胜选的路线。这个我想就是胜利方程式啊。所以只要大家可以照这样的路线，大门大路，尊重制度，我想对国民党发展都是好的。继续再讲回来。民进党选对会拍板啊，征召刘建国出战云林县长啊，那就确定了啊。那国民党是谁？哦，那张嘉玉一直是有兴趣的，张嘉玉委员，他对国民党喊话，相信会做最好的布局。我啦哈，那选我吧。哦，那张立善啊说，这个刘建国对云林的奉献到底在哪里？贡献在哪里？乡亲很清楚啊。他做这么多年，到底有什么代表作？哦，所以呢，他认为刘建国呢，这个没有贡献啊。那另外呢，张立善点名张家俊来接班，说下届县长张家俊是不二人选，因为年轻、历练完整，担任过3届立委，哦，在基层的经营很扎实，亲和力很强啊，而且替云林要了很多中央的经费啊，所以是不二人选啊。那另外呢，台南林俊宪呢又重提当时跑票的黑历史，说你陈亭妃跟你这个郭新良当年就跑票支持李全教所以呢这个搬石头让总统担所以林俊宪就是只有他才是这个忠于民进党，忠于赖清德、陈亭妃。另外呢，就他们要办证监会，要不要让现场发问？那林俊宪赞成让现场发问，陈亭妃说不赞成，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我讲我的论述的时间，讲我政见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我不认为呢应该让这个下面的群众发问啊。那另外呢，这个挺林俊宪他们批这个议长跑票，陈亭妃说你抹黑我都吞下去了，不跟你吵我忍气吞声，反正我民调线比你高很多。我们看一下。台南市长初选拼出线，陈亭妃再开政策记者会，只不过对手林俊宪嗤之以鼻。我们的对手陈亭妃委员每次都说他8年前怎样，8年前怎样，8年前的台南跟现在已经有很大不一样，很荒谬了，好像有一点自曝其短。他们就没有用心看我的政见。亭妃所提出的科技3轴，一个市长不可能随时去变更自己的一个政策。宪妃大战又上演，但这一次林俊宪狂开地图炮，从忠诚度骂到初选证监会。很可惜啦，我的对手反对了他只敢要一场不敢要提问我在强调，候选人到底是真材实料还是空心草包？我不是怕被提问的人，一个市长要被质询的，绝对不会怕被提问。如果没有提问，是我们可以讲30分钟。据悉，选对会在协调时，陈亭妃拒绝提问环节，后来是委员抽签才定案，暂定有3题。不过，对于民调才对比谢龙介部分这一点，双方有共识。而对比是民调在要办类初选的彰化县，选对会也决议跟国民党最可能的参选人谢依凤来对比。至于云林县长人选，终于确定，建议民进党中执会在云林县征召刘建国同志来参选2026年的云林县县长。若国民党提名没意外，刘建国将第2度跟云林张家决胜负。不过对手从张立善变成张家俊。杨慧，我觉得我刚刚在看这个民进党在这一次2026的这个选决会，好像他们叫选对会。刚刚成立的时候，这个赖主席呢说过一句话，他说呢，
党员之间呢，就是不要互相攻击不要因为这个选举互相攻击。但是看起来目前这个台南跟高雄这边好像都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自己当然就是说，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啦所以我对台南这边就是的这个观察会再多一些。我就先讲这个陈亭妃跟林俊宪我觉得林俊宪这有一点。他现在在讲说他还在重提这个陈亭妃的这个所谓的黑历史就是跑票这件事情。我老实说，我觉得这策略有点错误因为呢，他这个做法呢是为了要巩固他自己原先的就是民进党的一个支持者的一个说法，继续去抹黑这个不管是不是抹黑啦继续去黑这个陈亭妃让他的这个支持者有办法从这个绿营这边还是不是归心到这个林俊宪这边来。可是我觉得他可能忘记了一件事情其实在过去当然虽然台南这个民进党执政30几年但是我们观察最近的一个选举的状况，其实民心思变嘛在这一次的这个不管是大罢免大师班，虽然台南没有所谓的这个罢免，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罢免之后的一些民进党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是满意度都一直往下降。那在台南这个地方，尤其在风灾之后，赖清德的支持度也是往下掉的所以我觉得林俊宪呢，如果是要只是固守原来的票的话呢，要赢得下一次或者是在初选的时候要赢陈亭妃，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战略因为陈亭妃老实说，他在台南的一个跑法我觉得他是蛮这个政见取向的然后服务取向的，然后呢，他也办了蛮多欢乐的活动。就我收到的情报，确实林俊宪最近办的欢乐活动也蛮多的他们的这个选举初选就真的蛮花钱的但是我觉得林俊宪应该要回来多谈一点政策，少一点口水啦，对自己党内同样初选的这个伙伴。亮君，我想民进党一直以来在这个征召区跟非征召区的制度都蛮清楚的啦。那当然今天很开心又看到选对会大概也在云林县长的部分，大概也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征召刘建国委员来再次出战那因为这个我爸爸这边是云林人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希望说就是云林这边当然这个大家让民进党有机会再来继续为这个云林付出那大家会讲说，这个张丽珊就质疑说，那刘建国委员到底对云林做了什么但其实刘委员在过去，其实他在这个云林也扎根非常的深厚担任2届的议员，然后5届的立委那在2022年上一次也跟张丽珊有这个争取县长的这样子的参与选举，所以我想在云林的深耕跟扎根我想大家就是让选民去评判嘛那但是我觉得接下来除了这个征召区以外非征召区，也就是所谓的，比如说台南高雄这一些整个初选的机制其实非常清楚。那当然，我们党内同志在整个初选的过程当中，大家难免有一些交锋跟刀光剑影但是民进党一向都这样啦，在整个初选结束之后，只要决定是谁，全党就是支持他，然后大家一起赢得胜利。江龙，面对南部的选举，因为长时间都是民进党执政，所以他厮杀就会非常的激烈。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对于2个民进党都执政超过20年、30年的地方县市来讲，我仍然呼吁，就是所有的选民们不要被那些选举表面的花花草草，不管办得再欢乐，你应该要想的是台湾当下快不快乐。我说当今天主计处告诉你，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多高，创下2008年之后的新高。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上个月我们的无薪假也创历史新高？换句话说，台湾现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产业差距非常非常大，南北之间的差距不能用表面的欢乐去弭平。高雄跟屏东，尤其赖清德当过2任的台南市长，台南今天陆陆续续bec康的许多的案子都跟他任内是有关的，不是你当了总统就没有事。现在高雄跟台南的长时间的施政，从总体的市政指标来看，其实跟北市都的差距是越来越大，而不是缩小。所以不要被表面上面不管是演唱会经济或者是各种的浮面的那些欢乐所影响。
南二都的发展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才是选民真正该在乎的重点。不要被长时间因为绿营执政，感觉上面的南台湾、南二都只有他们的声音，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南二都是翻不了身的。我觉得当然现在已经越来越热了啦。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有关于宜兰的部分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蓝白嘛，但是坦白讲，我觉得现在蓝白的问题还没有到深水区了。真正的话呢，因为现在是兄弟这个各自登山啊，所以先是晚会，接下来应该就张启凯了，接下来应该就是黄国昌了。那各自跑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在明年2026年初到过年前，我今天刚好中午一个网络节目访问了这个吴宗宪跟张启凯。那他们都希望在过年前就希望，因为他们希望快点就定位，因为他们也同意了。就刚刚亮君也说了，不管民进党怎么样整合，总是整合之后都很团结的啦那所以呢，对于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来说，都希望整合完了以后，总是还有一些地方上面必须要重新去弭平的嘛，都希望更早一点。我觉得他们的决心都很清楚啦都讲到说呢，其实不管是谁这个当选一定挺到底，而且帮忙辅选，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2028下架民进党。那当然，我觉得话当然都会讲到很漂亮了但是真正进到深水区之后，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那我觉得现在其实是更好看的，因为现在民进党正在初选，我觉得民进党的部分真的是太精彩了。我觉得台南市跟高雄市尤其呢这两个地方的话呢，我觉得赖清德不只是说在中央执政是少数，他在民进党的派系这两个地方他也是少数。他挺赖瑞荣，结果赖瑞荣目前民调比较差；他挺这个林俊宪，林俊宪这民调比较差。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寝食难安，因为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才好？陈水扁挺陈亭妃，陈水扁挺邱意莹，苏贞昌跑到南部去高雄去挺邱意莹，这对于这个赖清德来说，我觉得要观察的事情，可能还要看他怎么处理党内的问题。那个洪卫，我想我先讲一下这个卢秀燕市长接受专访我觉得这个专访是有一个起手式的一个感觉因为过去卢秀燕市长常常都讲说，这个妈妈市长只谈市政不谈国政。但是呢，今天谈到很多的国政，那当然这也代表说，在明年县市长选举，卢秀燕市长会有他的角色，而且这角色应该是蛮深的。那至于就说其他县市，张家俊其实已经是定于一尊了，非常的优秀。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不管是这个非洲猪瘟，不管是有关于争取这个公粮这个补助的价格，其实他都对这个云林县的县民还有农渔民，其实真的都争取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他的权益跟福利。